有，我有。我的灵魂不能更有趣了，我简直太有趣了，不光长得好看，还有有趣的灵魂。这种男人，极品呀！我到了，就在这儿，15层。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像今天这么开心过、快乐过。谢谢你，钱大夫，占用你一天时间，耽误你休息了。别客气，孤独是顽症，下次再犯，钱大夫随时出诊。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言为定。我有个请求，我说出来，你可千万不能不高兴啊！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咱们俩这种医患关系，能不能暂时不要让齐谭知道？你知道，如果各种关系搅和在一起的话，我怕。别说了，我明白。谢谢。我也有一个请求，说。以后能不能别总说谢谢？好，我向你保证。安全带，关键时刻它还真发挥作用。行了，也不早了。那我回去了。我来帮你请。晚安。晚安，做得好吗？啊。大汤。来。再见，丫头。我看你进去。你走，我看你先走。好。
我先上去了，老头儿。再见，丫头。老头儿。你是我的小苹果，怎么爱张姐都不爱。回来了。哎，是买菜去了。哎，都不显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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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火火火火火火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。火火火火火火火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哟，这是怎么搞得这么乱呢？哟，这么大的风，这孩子也不关窗帘。哎呦，这吓死我了！你们这干嘛？啊，不是，你看我这，我睡，你接着睡，挺好的。哎呦，这痒！哎呦，啊！安琪，你在这儿高兴什么呢？我俩没。终于呀，真好。啊？不是张姐，昨天吧，那个我给11接风嘛，我给她做顿饭，就喝了2瓶酒嘛，然后喝着就睡了，就睡着了。你呀，这回就好好的啊，别再招惹是非了，该踏实了。我也不招惹是非啊。你说那到底你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呀？你呀，这该想的不想，白长那么大一个儿，真是。哎呦，瞧你这满身的酒味儿，去，赶紧洗个澡去。哎呀，臭臭的，女孩不会喜欢的，快去。去呀！哎呀，哎，别忘了再喷点香水儿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找赵总。你有预约吗？有的，好，您稍等。谢谢。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蓝总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坐。蓝总，酒店安保也是我们的服务范围。你看你有什么具体要求，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你。谢谢邵总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的酒店呢，2个月以后正式开业。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安保人员，所以呢，我想从您这儿聘请一个资深的安保人员去我们那边制定条例，还有培训人员。
这个没问题。我们公司有很多位酒店方面的专家。赵总，人选方面呢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想聘请51。蓝总是不是也看网上视频了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队员的认可呀。但是非常不巧，51现在正在任务中，合同期还有1个多月。他不是已经被雇主辞退了吗？没有，那只是一个小误会。客户啊，已经让他回去继续工作了。就是昨天的事情。蓝总，您是怎么知道51被退回了？啊，我和11是老同学了。哎呦，那可真是太不巧了。那这样，您看还有其他人选吗？那没事，赵总，我暂时不需要了。如果我以后再需要的话，我再来找您。非常抱歉，谢谢。呀，小田儿，哎呦，怎么穿这么漂亮啊？今天是吗？就是小田姐，这头发卷得太漂亮了吧？口红也换了颜色了，真的好看呀！哎呦，我的小田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呢？我差点没认出来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人家就是换个造型而已嘛。以后就这么穿，太好看了。就是啊，不跟你们说了啊，你们赶紧去吧，我要去忙了。以后就这么穿啊，拜拜。你说我这买个菜，你这跟我来干嘛呀？我要不帮你，谁帮你啊？反正我力气大嘛。哎，行行，松开！哎，别瞎摸。老板，你是不是怕痒啊？娃娃呀，哎，回来了。最近是不是太闲啊？看这样工作量不够，是不是得给你加点活来？我怎么了？我是刚刚真的觉得咱们有缘分吗？你得嘘，女孩子矜持点，这话别随便说啊，让人听着不好解释。你有这精力放在店上。海清。哎，11姐，大表姐，你这太惊喜了！你什么？友谊的拥抱，我可以。不在，有事就欺负我。现在你来了，耗我气也顺了，我还能横着走了。停！还没吃饭吧？赶紧让天哥炒2盘炒饭啊，加俩蛋，咱们慢慢说啊。好嘞。我得细问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就空降了呀？就不告诉我一声呢？那我的人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受委屈啊，对吧？再说他要去给别人干活，碰上一个比我还讨厌的，比我还烦人的怎么办？那我不被比下去了吗？我要在他心中保持这个第一的位置。没错，万一他找了别人比我还能忍，那我不就被比下去了吗？所以说，此处应该先干一杯啊！干一杯！恭喜回归！你得喝完啊！干了啊！走你！干了呀！哎，大表姐，我上次看你视频可帅啊！神秘女子飞腿擒贼，帅过玉娇龙。你，玉娇龙是谁啊？父皇母后今日御驾光临，小的先行采购，然后午时去车站接驾。
喂，喂，是小的吗？我是大的。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贫了？是啊，我爸、我妈还有表妹一家要来看我。啊？那么多人啊？要不然我派一辆商务车给你用吧，一大家人出门，去哪儿转转也方便。不用，我们打车、坐公交都很方便的。哎呀，坐什么公交啊？打车这么多人，至少得打2辆车吧？我这商务车一车就拉完了，啊？好吧。真的不用，太麻烦了。哎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哎。我刚上车，你说吧。哎呀，就一辆车而已，别看得太重，啊，能让家人开开心心的不好吗？那好吧，从我教练费里扣。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会扣。你个傻丫头，看见你高兴，我就会高兴。这么多年，我突然发现“助人为乐”这个词，我念错了很多年。“为”字应该念成4声，帮助别人是为了让自己快乐。丫头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！我这就让司机把车派过去。行，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挂了。拜拜。姐，爸妈。哎呦，都来了。妈，你看看，还这么瘦，别减肥了，还是长点肉好看。我没减肥，姑父。哎，你看这一大家子男的凑齐，所以我们都来看着。走吧，咱上车，回家说。走。爸，你箱子沉不沉啊？哎，妈，我爸这鞋挺好看呀。舍不得穿，这不来见你吗？你坐哪个车呀？不是，朋友借我。这么大的车呀，这把咱们全家都装了进去。姐，你是当大老板了吗？朋友借我的车，把行李装上。您现在可以。来，快上。先上去吧，把行李搁这儿。来，这放给我。他来放。妈来。别把它弄好，往里放。嗨，这车装行李上车啊，宽敞。来吧。哎，到前面。上。慢点。差不多吧。快点上来吧。这车大，坐着就是舒服哈。等以后我有了钱啊，给你买一个比这更大。好，雨欣，好。浅浅，啊，你这是什么朋友？把车借给你用啊？好朋友呗。男的女的啊？妈，能坐人的车呗，男的女的重要。当然，是男朋友吧？听姑姑的啊，这次可别让他跑了。这叫什么话？这叫，这回啊，应该是他怕咱们倩倩跑了才对，是吧？就是，浅浅，如果是男朋友，你就交出来，让大家见见，好给你参谋参谋啊。对，展示一下啊。对呀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这个朋友啊是男的没错，但真的不是男朋友。哎呀，嫂子，咱倩倩厉害了，这回呀，你们在这大城市也算有靠山了。我有靠山，还不是你有靠山？以后大家喜欢上，可以随时来玩。你说的啊？不行。哎，停，我想动。不，姐，这人家的车，你别坐人车里面。好点不？没事。老头，老爸老妈很高兴。我不晕都被你弄晕了。谢谢你啊。行，以后别看。要不要吃点橘子啊，压一压？没事儿不用。爸，好点没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你爸穷命，可不是怎么的，好歹做个好吃，你看吐成这样。哎呦，这不是高兴的吗？
侯总好。好。丽丽，是不是没吃早餐？啊，还没。我一猜就知道，吃早餐对身体好。早上，侯总。好。今儿状态不错啊，是不是交新男朋友了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逗你。哎，对了，晚上在会所给我安排一个包间，啊。好嘞。到了是吧？到了吗？到了。哎呀，就这儿啊？慢点啊，15层，来，慢点吧。哎，这个楼。姑姑，哇，好高呀！哎呦，就慢点。啊，好，把后备箱打开，拿东西。哎，我来。对，我来吧。递过来。来。哎呦，女儿，哎，钥匙给你妹妹啊。啊，妈，1503，你们先上去，我一会儿就上来。哎，先上去。哎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刚才给你发微信了，你可能没看见吧？哦，我车站接人去了，一直在开车，就没看手机。我知道，看你发朋友圈了，家人来了是吧？是啊。16点15分，北站。我这都掐着点来的。那什么，晚上啊，晚饭让家人们就在我那吃吧，我已经安排人在那准备了，正好给叔叔阿姨做几道拿手的私房菜，接风洗尘，好吧？谢谢啊，不用了。跟我谢什么？咱俩这关系。见到爸妈很开心吧？晚上一定要带他们去吃顿好的，接风洗尘。差不多咱就出发了。真不用了。那个，我晚上已经安排好了。你这么费心，谢谢啊。有机会一起吃饭，好吧？我先上去了。对，浅浅。那给叔叔阿姨带好。刚才我在来的路上看见有卖气球的，这不家人来了吗？添点喜气儿。海星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，我不是瞒着你，我是不想提这事儿。你听谁说的？朱大鹏啊，我把请柬寄到你们之前住的那地方，结果朱大鹏收到请柬之后跟我说你已经从那搬出去了。那我更不想去了，免得见面尴尬。哎，11，你去嘛，这个时候更应该要去了。我们姐妹听到这个事儿都特别生气，
我告诉你啊，你那天一定要打扮得特别漂亮，闪瞎他们的狗眼，让朱大鹏知道你没了他以后活的那叫一个光彩。哎呦，十一，我这还有事儿，你那天必须得到啊，我们所有人都等着你。你这上班时间不好好看着我，跑过来给谁聊天呢？我发小周末结婚。结婚啊？这么好，那你怎么不去啊？不想去啊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你是不是怕我周末有事你走不开啊？没事儿，我周末我也要去参加婚礼。你也要去啊？就你发小那场吗？怎么了？还不想去啊？是不是那裸奔男要去啊？啊？然后你才不好意思去啊？我跟你说，越是这种情况，越要去。为什么？你要让那裸奔男看到你现在这光鲜亮丽的样子，对吧？你要让他感受到危机感，你要让他知道，昨天的我你爱理不理，今天的我看见就来气。我必须收拾你，你让他看见你现在光彩照人，走到哪儿都是那颗最闪的星，对吧？口渴不嘞？喝点咖啡。我不喝咖啡，你得教育他，你要教育他，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你让人看见你今天这个样，对吧？独当一面。要不然，如果你当时嫁了他，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媳妇儿，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回家还得干家务，生了孩子之后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干活。你想，你去你朋友婚礼现场，他也在，他坐这儿你坐这儿，你跟我走进去啊，你挽着我，你身边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小男生，他得多羡慕啊，他得多嫉妒啊，行了你，他得多自卑啊！你说，在他自卑的时候去打击他，去刺激他，不去，让他。喂，他说他去，我电话，他去，马上就到。别去，去了，周末我带你去啊，怎么样？不去，成吗？不成。去了，不去，去了，不想去。来吧。喝点。行，果今儿高兴，多喝点。对，你也来点。倒点。少点。行，就没有你能喝。来，给你自己来点。爸妈，姑父啊，还有我妹一家，哎，别拍了。我呢今天开车啊，以这个饮料带酒。欢迎姑父还有妹妹一家来看我，希望你们在这儿呢吃的开心，玩的开心，住的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干杯！来个啊！慢点喝。这菜看着就漂亮，肯定很好吃，比咱们宪宾馆的都好。妈，您要是觉得好吃呢，您就多吃点。姐姐，这里多贵啊，得花多少钱？爸，您就别管了。我一个朋友听说您跟我妈来看我，人家呀特地设宴款待你们的。哦，你这个朋友真不错。是好吃。姐，我简直太佩服你了，你就是我的榜样。你可别这么说啊，你呢才是我的榜样。我现在呀就要跟你学习，赶紧找个好人嫁了，并且赶紧生个孩子，对不对呀，妈？嘿，钱钱啊，你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，这事不能耽搁啊。已经耽误的够久了，别再犹豫了。我觉得你这朋友这人挺好的。妈，这肉特好吃，就不愿意听你妈说这些。敬姐敬。干啥呀干？姐，哎姐，咱们俩敬你。哎，别站，坐下，自己家人。来。侯总，你还想吃点别的吗？不用了，没胃口。好。好棒的会所，好棒的菜，幸福的头晕。
以后你会越来越头晕的。妈，吃虾。你吃你吃，净忙活呢。你多吃你多吃。哎呀，妈，你又拿2个枕头过来，太挤了，要不住酒店吧？多浪费啊！一家里在这儿挤着多热闹。就是。啊，妈，过去一趟。姐，你过来。干嘛呀？你在哪儿啊？这儿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收拾东西啊？你妈会收的。你叫我干嘛呀？我想喝水，你给我打打水。小祖宗。躲开躲开！爸啊，你喝了那么多酒，你站这么高干嘛呀？你别摔了，你下来。哎，我来弄吧。赶紧下来吧，你喝得晕晕乎乎，一会儿摔了。你不服是不是？不服了，待会儿咱们接着喝。行，喝就喝。可别啊！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儿，你去买2斤白酒啊，我和你就到一醉方休。哎，可别买了，你别添乱了啊！去把你媳妇那内裤收拾了，太乱了。我要干嘛来着？我要去拿手机，别摔着啊！哎呀，还没弄好。服不服？不服，我们看谁能喝过谁。好，你等着。今天晚上你们就睡地铺，我们睡床。没问题。赶紧铺好了，赶紧喝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你别说，睡地上还挺宽敞。当然了，掉不下去啊，怎么也掉。今天晚上好好热闹热闹。爸啊，妈，咱们拍个全家福吧。好啊，好。培培，你出来，拍照片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啊，快让忘了咱们啊。看镜头了啊，自己找镜头，来，等会儿。俩正头，不正发型。1、2、3，茄子。起这么早，有事儿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带你回炉重新大改造。有点难吧？哎呀，你们都快点吧！带你们出去玩，你们太磨叽了。这要在我们公司啊，都得被开除。赶紧上车！哎，姑，这是电动门，你拉一下就行了啊，不用使劲拉。妈，你赶紧上车啊！快点吧！哎呀，快点了！钱小姐，侯总让我来把他郊区别墅的钥匙给你，他说你可以带着家人去那儿住多久都行，地址就在信封里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妈，住别墅啊？我们住别墅去。行啊，上。可好了，这一趟我没白来，谢谢。我可从来住过别墅。哎呦，你这还没醒啊你？我赶紧上车，赶紧上去！别说上。来，快点。妈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哎。昨天晚上你们谁打的我？喂，你借我车，现在又借我别墅，我真的……什么叫真的呀？你别跟我那么客气啊！那个别墅啊，我跟侯爵平时也很难得过去，那房子老是空着，你们过去住住挺好的。平时呢，我要是有朋友或者说客户来呢，他们不愿意住宾馆，我基本都安排他们去住那个别墅。啊，你要真是我的朋友的话，你就别跟我那么客气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这个……哎呀，没有什么可是的。你想，你们一大家子人，大家其乐融融的，在一个大的空间里头，多舒服啊！
赶紧带他们去吧，好吧？我这儿还有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说了啊。老头，谢谢啊。好嘞，拜拜。看他怎么说吧。哎，我们先上楼收拾东西。搬家。啊？哦，搬家！别说了，搬家！走，赶紧下车吧。高兴搬家！啊！你看你哎呀，你门也不关。住别了！今天晚上没有人打呼了吧？艾米，嗨，亲爱的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哎呀，十一，我想死你了！上次你在赛车场太酷了，那车技，有时间一定要好好教教我。没问题，今天就麻烦你了。别客气啥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来，坐这儿。来，你坐这儿。那小丹，我就把我的11交给你喽。放心吧，11底子这么好，一定给他弄得魅力四射。走吧，侯大公子，我也给你挑一口呗。你们弄啥？弄个什么呢？还有这个脸型，真的是。一会儿啊，你先去坐会儿，我让人给你倒2杯咖啡，我给他挑身衣服。好呀，交给你我都放心。你慢慢坐。哎，安娜，给小侯总倒2杯咖啡。Lisa， 哎，把这件衣服给小丹送过去，就说穿这件。好的，去吧。你还晃悠啥？咖啡都给你上了，赶紧坐下。啊，没事，甭管我，你们弄你们的。到了。走。太太，是这儿吗？姐，是这儿，36号。哎呀。二狗，这话怎么说呀？全是灰。像你还想住大房子？你俩歇着吧。街道办让我通知你说，让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他们那个什么消防什么演练大会啊。我火还没地儿消呢。那老板你少吃点辣椒，我去给你买点那个什么牛黄清心丸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火大吗？消失。哼！
知你说让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他们那个什么消防什么演练大会啊。我火还没地儿消呢。那老板你少吃点辣椒，我去给你买点那个什么牛黄清心丸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火大吗？消失。哼！好看，喜欢那就对了，还不是某人给我提的要求，可挑剔了。哎，等等啊！那您给吧。你给。那艾米送你的。什么呀？迪奥花蜜系列护肤品最适合大表姐这样的仙女。这么高级，我这怎么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反正又不是我花钱，还不是有些人自己不好意思送，只有找我代购跑跑腿喽。哦，哎，不过大表姐，你这一身啊，这些鞋啊、包啊、衣服什么的，都是她给我提的要求，包括妆容、发饰，把我折腾坏了。要不是你美，这种客户我才不接。谢谢了，这么用心。兄弟之间不言谢啊，没事，不客气。那也得谢。真好看。快点儿！哎，宝宝，要不咱们就别进去了。你说这新郎跟新娘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可有人跟你有关系啊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你在家鬼鬼祟祟藏那个请柬，我还不知道你那么……要不是我发现这请柬，你是不是打算自己偷摸来啊？那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！你怕什么？走。宝宝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个稿件没写完，我去写完啊。朱大鹏，哎，我今儿让你如愿以偿。你好。怎么还准备红包了？嗯，你的零花钱。可以啊，说了好久了呢。对啊，好久。你好，请问是男方的亲戚还是女方的？女方。是同学还是同事？同学。同学是吧？还有脸来，真的是。哎，我会不会太隆重了？不隆重，这件衣服刚刚好，又简单又高级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。你平时就应该这么穿，对吧？你不这么穿，对不起你这身材的脸蛋儿，是吧？今天你就放心啊，放心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可是婚礼，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听见没有？你不提醒我，我以为咱俩婚礼。别没正经的。
你不许干任何出格的事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干过出格的事？我这么正经一个人。得了吧，我就是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哎，给红包。你的名字？这儿也没有你的名字，要不然咱们就回去吧。你不是想见一面吗？坐。哎，你是朱什么来着？大鹏。哦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说啊，现在要不是什么婚礼呀，或者是孩子满月酒的话，都见不到你人。还有葬礼可以呀。前不久刚参加了一个葬礼，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都见着了。邓小希，对吧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，我们刚登完记，她叫李雪梅。你好。哎，11，十一来了。这女朋友啊？11，怎么着？有日子没见，竟然麻雀变凤凰了？没有，还是麻雀。就算是麻雀也是叶，转基因麻雀。对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。真好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他这就是老黄瓜刷绿漆，跟你差远啊！哎，老爸，我们要不回去吧？坐好，一会儿让你近距离观看。你越来越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大家真的都特别替你高兴。是啊，知道的呀是11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呢。就是别那么夸张了。哎，这位新朋友是？我是侯爵，我是11的朋友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帅哥，够意思。咱们11今天身边必须得有人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哎，别光站着聊，赶紧坐起来。对，来。帅哥，本来你有座位的，不知道被谁给占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哎，你不是那个吗？你认识啊？不是，没事，我找个凳子去。哎，11，你这个男朋友很绅士哦。我朋友，来坐嘛。来，加个3。这段时间11啊，没裸奔呐。安琪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就是这么想。哟，侯总，好久不见了。你跟莎莎一直有联系？我跟莎莎没联系，但是我跟她老公合作过。后来我收了她老公的请帖，我还以为是重名呢，没想到就是我们同学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呦，这真巧，这人生啊。11，你还记得那边那个燕子吗？小时候跟你同桌最好的那个，他现在找你呢，我们一起合个影。哎，来走，坐聊会儿，来坐会儿看看，咱聊聊工作，聊聊生活，聊聊。你不想走吧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呢？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最想我呀？你们还想照吧？最近呢，这个，哎，喝点什么？这样，侯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失陪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，送你。不用。 2、1。我去厕所。去看看，走，一起看看。看看？你要看什么？我一会儿找你聊，我过去一下。你先聊啊，一会儿来找你。拜拜。给你手机。
在里面。哎，你还能来这儿呢？今天很漂亮，谢谢。我先过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才在里边开了一个 party， 主题是51的前男友，各顶各的一表人才，烦不烦？我跟你说。亲爱的来宾朋友们，在这心想事成、美梦成真的幸福时刻，让我们带着最灿烂的笑容，带着最真挚的祝福，并再一次响起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一对新人携手步入爱的殿堂。四目相对。范莎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江信元先生做你的合法丈夫，不论他生病或健康，富有或贫穷，始终忠于他，直到离开世界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各位来宾，刚才双方家长已经为一对新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我看到今天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有很多都非常的感动，哪位想上台说两句的？我。好，来，我看到了是这位先生，请上台送祝福。别捣乱！没事，我有正事要说。放心，正事什么呀？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别乱说话。现场的来宾大家好，我是侯爵。今天非常开心呢，来到这个婚礼现场。我觉得这个婚礼现场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。我也要在这儿对今天的新人送上祝福，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你们不用诧异，你们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们，我是你们朋友51的朋友。今天他带我来到婚礼现场，我也是非常感谢51，让我觉得结婚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幸福又浪漫的事情。然后今天我也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想说一点自己的心里话。我喜欢一个女孩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相处了很久，慢慢的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她。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喜欢她呢？我觉得我不能看到她受任何委屈，我不能看到她受欺负，然后我自己又会忍不住的欺负她，我就特别享受这种感觉。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是爱上她了，我想让这种感觉持续下去，延续下去。想让我以后的生命中都有这个人陪着我。今天在这个现场也有这么多来宾，我也当着大家的面儿勇敢追求自己的爱，把我的感情说出来，也让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，好吗？51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别胡闹了！这一幕来得太突然了，可能刚刚51女士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问题。这样吧，这位先生，麻烦您再重复一遍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，好不好？以前我做很多事，讲很多话，你都觉得我特别不靠谱，觉得我是闹着玩的。但是我今天这一席话，特别的认真，非常非常的认真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讲话最认真的一次了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在你
人生中每一个闪光点和你人生中每一个低谷都有我的陪伴。我也希望我以后的日子里点点滴滴里面都是你。其实是你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感情、爱情，你也教会了我很多。我觉得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冒昧的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。我叫李雪梅，是那位朱大鹏先生的妻子。我今天想借着2位新人的喜气，跟我老公说几句话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帮我做个证。老公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你傻看着我干嘛？我们有宝宝啦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，我跟宝宝都会永远的站在你身边。永远。干什么？傻样。十一，你别去啊！十一，你别去啊！我是51。今天我特别开心，看见我的好朋友结婚了。你让我看到一个女人可以同时事业有成，爱情还可以甜蜜，祝福你。谢谢，亲爱的。你一定要幸福。还有新郎，一定要对他好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哦。放心，放心。另外，在这里，我也想祝福朱大鹏先生和李雪梅小姐。手既然牵上了，就不要放开。希望你们携手走完一生，也祝愿你们的宝宝能够健康快乐。谢谢你，11。谢谢大家。你说我怎么总能赶上这个人家结婚我就上台讲话这事儿呢？我表一半，被那个
雪梅就给我岔开了，她上去表顿白。不过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品啊，真的是一流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主动上台，帮前男友解围，你这个是品格高尚啊你！行行行，别高抬我了啊，只是我好朋友的婚礼，干嘛弄得大家那么尴尬呀？是，你就怕别人尴尬。那你是什么想法？我什么想法？没想法。就是我让你做我女朋友的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这事儿翻篇了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再翻回来吗？翻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俩不可能。是因为蓝旗吗？不是，跟蓝旗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那你拒绝我需要给我一个理由啊，不能无缘无故的拒绝我吧？公司有规定，不能跟客户谈恋爱。公司有规定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不告诉公司不就好了？不告诉公司等于没发生吗？那还是违反纪律的。啊，那要是公司没这个规定，没有这个纪律，你是不是就答应了？是吧？你真的跟他表白啦？啊，但人家没干。不再变啦？不变了。你这小子，终于开眼了，真是。他老说他们跟客户不能发生恋爱关系，他讨不讨厌？你说？那会不会是太突然了？哎，没事，早晚呐，他会明白你的心意的。他可得早点儿，还有别人追他呢。他要是跟别人好了，那我还哪有戏了？不是，人家也不能一说就答应你呀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11啊，跟你以前交的女孩都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他老跟我说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可能，当然可能。哎，你可不能放弃啊！你要是放弃了，有一晚就这么不能。看他。今天你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你刚入学时的新年舞会。在那天晚会上，我拉着你的手，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向你表白。那一晚，我永生难忘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。在座的各位，3个方案也都看完了，大家来聊聊吧，有什么想法？瑞吉国际酒店呢，是一家7星级酒店，是我们智荣建设近10年以来参与的规格最高的竞标。为了慎重起见呢，我们在设计部内部搞了一个小竞标，包小涵、丁大力还有周鹤红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，刚才大家也都看见了。我呢，想听听大家对这3个方案的意见或者说是建议，一定要畅所欲言啊。
不要因为我在这儿，大家都显得那么拘谨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说吧。很抱歉啊，三位，我是觉得这3个方案呢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创新。在如今这个市场环境下，理念的新颖很重要。如果不够新颖，我们怎么做到脱颖而出，赢得竞标呢？创新呢是一个设计的灵魂，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力。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，这次的项目呢标的如此之大，那么一味的创新也未必走得通。我还是觉得设计应该是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设计师为本，这是出发点，所以必须要把握住。我觉得呢，如果从这方面上来讲，目前的3个方案做的都不够到位。高总，说说你的看法呗。我的看法，我觉得包小涵设计的不错。这个项目我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是客户的要求全部都看过。他的设计里面，客户的所有要求他都涵盖了，也都表达出来了，而且细节做得特别好。看没看到他每个细节做得特别完善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好啊，我很挺包小涵的。谢谢。是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室内的色调啊，要不要再暖一度，我觉得好一点。没问题。下去啊，我再对比一下。小侯总说的特别好，直接、坦诚，而且能落实到位。侯总，您总结2句吧。好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。3位设计师都辛苦了，谢谢你们付出的辛苦的劳动。没有一个竞标的时间可以说是充裕的。虽然说3位设计师都是很有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了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这么完整的东西来，我觉得已经实属不易了。但是呢，由于时间比较仓促，存在的问题也有很多。如果说让我来打分的话，按100分算，我给3位设计师给的评分是不及格，因为我根本就拿不出手。所以呢，把你们的稿件都拿回去，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修改。下一稿一定要把灵魂体现出来，我要的是灵魂。5天之内交稿，3天之内也行，总之是越快越好。啊，好了，大家散会吧。侯爵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11在外面等吧，把门关上。侯爵，你今天是故意在拆我的台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真觉得那方案挺好的。你真要觉得那个方案好，你可以下来告诉我呀。为什么你非要在会上那么大张旗鼓的跟副总们作对，跟我作对呢？我不是怕你被他们给带偏了吗？我怕你看不出来好东西了。你我眼睛瞎呀？我当然知道包小涵的方案是可行的，但是设计师不能当众夸，会夸坏的。爸，设计师做点东西多难呐，日日夜夜，没日没夜，那都是心血呀。我见过的设计师多了去了，一个一个敏感又鸡贼，你稍微肯定他们一点儿，他们就跟你要名要利的。你一旦给他们了，他们翅膀一硬就会飞走了，这样的前车之鉴还少啊。那你要是把尊重、把荣誉都给够了，人不就不走了吗？这我听不下去啊！真是。侯爵，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幼稚呢？他们现在是你的对手，尤其是那个包小涵，你在会上这么肯定他，
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要就比我厉害，那就厉害呗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这等于是把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，什么意思？方案是好是坏，拿谁的方案去竞标，谁说了算？还不是你老爸说了算呢！你真是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呢。我怎么没听懂呢？瑞吉项目是10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大项目，多少设计师梦寐以求的，我怎么会轻易的把这样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呢？如果说我直接把机会留给你，难以服众，你明白吗？更何况你现在手上的海城项目还没有完成，成绩暂时还看不到，所以我现在只有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。我让他们3个设计师设计出方案，我来引导大家反对他们，必要的时候再把你推出来。你把方案拿过来以后，稍微做一下修改，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我的傻儿子！合着你想让他们给我当炮灰？又不是我一个人反对他们，是公司的高层都反对，认为他们的方案是有问题的。灵魂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吗？自古以来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侯爵有一天功成名就了，那是我们侯家的光荣。这帮设计师功成名就了以后，他们会怎么办？说走就走。我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？我图什么呢？你图什么我不知道吧？但是我就图一个坦荡。坦荡啊！我错了吗？哪方面？跟大家唱反调。你是真心觉得好吗？当然觉得好了。那就没错。不但没错，我觉得还特别好，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。这种勇气我倒是没缺过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觉得对我有一丝欣赏呢？说正事儿。说正事儿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你觉得我没错，那我就是没错。等我掌了权，把公司这些天天不说真话的一个一个全都开掉。非常感谢您的认可，真的感谢。不用客气，我说的是实话啊。然后告诉你个内部消息，侯总其实特别喜欢你的方案，加油。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阿米的衣服今天找个时间去还了吧？不用还了，送你了。不是说借的吗？没事，留着吧。不行，这东西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没多少钱啊，他们家都长期跟品牌合作的，回头请他吃个饭就好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喂，猴子，我现在心情极度恶劣。哎，巧了，哎，哥哥，我也不高兴。行啊，你说个地儿，我过来。侯总，你这点儿压的可真够准的了啊！我这是刚刚从机场接着我们家宝贝丫头上了车，你的电话就进来了。知你者非我莫属，这是咱们这么多年形成的默契，对吧？怎么样，把女儿接回来了？接到了，接到了。这下你心里就踏实了。她一回来，你再好好培养培养，你盛大公司后继有人呐！啊？哦，我们家丫头可说了，她这次回国呀，可是打着照看她老爹的这个旗号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啃老喽。她不想参加工作，她那是在跟你撒娇呢。哎，话说我差不多有10年没见过晨晨了吧？她怎么说话还是那么有个性呢？
有空到我这儿来坐坐吧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。你志荣就是侯爵他爸，那一说话就哈哈哈假笑的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这记性还真不错。哎，丫头，你爸可是真笑吧？啊？看在你是我爸的份上，算是吧。哎呀，真。你说，我就想追个女神，我有错吗？人女神怎么就看不上我呀？你说传说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就是我。你首先啊，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啊，别老觉得自己是癞蛤蟆。就算你是癞蛤蟆，那它也不是天鹅，它就是青蛙。说啥呢？怎么能那么说他？往好了说，是一麻雀，所以你俩之间没那么大差距。看你还捡到笑了，你笑什么？这癞蛤蟆跟麻雀呀，就不是一个物种，不合适。咱们现在不是一个频道啊！你先玩好手机。啊，完了，啊，开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看见没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个。我这是谁都比不了了，完蛋了。行啊，虽然说这个你很多方面其实也比不上别人，但是你有一颗真心啊！你要相信，真心是可以打动很多人，做成很多事的。猴子，这年头真心值几个钱啊？啊，值我那个破电动车吗？还是说能值人家那商务车、大别墅、5星级会所吃大餐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什么对手啊？但要是我，那我也不选你。但是真心一定是有用的，你相信我。现在有一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希望有一个男生真心对她们，你相信我，你能行。哎，这话说你自己信吗？你不花钱吗？你用真心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哪次不是靠真心赢得人家芳心啊？我虽然我也花钱，但是他们绝对是因为我的真心才被打动而跟我在一起的。得了吧，那些女的哪个？我不想听你说了，大表姐，你觉得呢？真心不能光靠说，得有行动。看见没有？人家女人只认能看得见的，谁跟你玩这些虚无缥缈的呀？你去一边去吧。哎，怎么办？那你们说，我现在是放弃啊，还是继续呢？放弃。继续。别打岔，继续，相信我。你俩不说，都说的更乱。你有什么好乱的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得理性一点。做这些无用的事儿呢，不是徒劳吗？怎么不理性了？我们怎么不理性了？除了每天喝点酒之外，什么不理性了？海鲜，你听我的，你放心，继续。得了吧，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钱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你懂吗你？我还是信我大表姐的，大表姐，我听你的。想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劝劝我吧。哎呀，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吧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。我们怎么不理性了？除了每天喝点酒之外，什么不理性了？海鲜，你听我的，你放心，继续。得了吧，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有钱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你懂吗你？我还是信我大表姐的，大表姐，我听你的。想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劝劝我吧。哎呀，
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是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吧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会得到，也不是你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是老天爷可能故意来考验你，可是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要告诉你，此路不通，需要掉头。那你们说，我是掉，还是不掉？掉。掉什么掉？不能掉，冲下去，揣着你的真心一路往前冲，啊！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了，你就追上。还不如不问你俩，烦死了，难受。你别难受，给我炒点菜去来。那花生米吃半天了。嘿。嚯，手法不错呀。好茶，茶还可以。志荣啊，这个建材价格没问题，我呀可以给你打个包，在行业最低价，别人呢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价钱的。少爷，您这话我这心里就踏实。那这次竞标，我们绝对是志在必得。好，哎，喝茶喝茶。我的事儿搞定了。少爷，你说说您的事儿吧。哎，志荣啊，你看啊，咱们的关系啊，有没有再向前进一步的可能啊？进一步？少爷，您不会是又想把你那搞艺术的妹妹介绍给我吧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真不想结婚了。成见，你绝对是成见。我妹妹现在早有主了哦，而且还比她小10好几岁呢。真的啊？那可不，她还真不是搞艺术的，眼光够前卫。哎，志荣啊，咱说正格的啊，我是想和你呀，咱们两家结个儿女亲家。您说，你看侯爵和我们家琛琛，他们俩可真是年貌相当啊。两个人又在国外留过学，而且琛琛学的又是设计专业，我们两家有知根知底儿。你要是不反对啊，就让他们这两个孩子啊见见面。哎，他们俩要是有这个缘分那就好，没这个缘分也没关系。志远，您这提议太好了，我坚决拥护。而且我跟您说呀，我们家侯爵刚结束了一段不靠谱的恋情，您这提议还正是时候。哎，那你就赶快问问他，看看他是什么意见。我们家琛琛肯定没问题。行，我现在马上给那臭小子打电话。嗨，着什么急嘛？这又不是任务啊。这个呀，还主要得看孩子们他们的意见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们的意见啊，他能有什么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。嚯，那成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来，少爷喝茶，喝茶。侯爵，我给你费了半天口舌，你怎么就跟没听见似的？行了，别吃了。我问你到底怎么样啊？挺好，挺好的，我同意。这孩子怎么给我感觉像突然长大了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就相亲吗？挺好的。您要介绍美女给我，我有什么不高兴的？再说，女人缘这方面我还是挺有天分的吧？那个晨晨我记得，
啊，从小长挺好看的，但是就是一点特娇气，公主病。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看看他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你答应我的，说到做到。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，你就主动约一下人家嘛。您放心吧，都交给我了，不用操心。别跟我说一套做一套啊。侯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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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猜找我干啥？让你去相亲。听着了，别难过啊。看你那么得意，还能有别的事儿吗？我爸这次呀，给我介绍了一个超级大美女，我俩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从小在一起长大。但是她的事我记得不多，可是我也决定放弃你了。特别正确的选择，恭喜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也没办法啊。我这次我会努力，赶紧修成正果。太好了，特别为你高兴。把你嫁出去，我也省心了。好吧，想哭就哭吧，都是自家人，没关系。我不看你，来，不看，自己流眼泪吧。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还是永远得不到你？海清你好，有个发财的机会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骗子，滚！骗子啊，骗子啊，骗子也来骗我呀！智荣建设的一套设计方案，10万。你是谁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又为什么要这个方案？我是小角色，是谁不重要，20万。想让我背叛我朋友，做梦！当心我报警！神经！ 50万，不急，你还有时间考虑，想好了回复我，我告诉你怎么实施。神经病！什么人都有。哎呀，我马上就要见美女了，那你不吃醋啊？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干嘛要吃醋啊？不是你连醋都不吃，我白忙活了吗？拜托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，别老玩那些小孩子的把戏。我也想
成熟一点，霸道一点。但是你太强悍了，我也打不过你。我那天去相亲，我太喜欢那男的了。哎，他嘴上、牙齿上都有韭菜，你知道吗？小朋友，你的游戏伙伴来了。我喜欢这种人。你不觉得有韭菜的男人很帅吗？哪儿帅了？你重口吧。但我觉得楼很适合你，楼真的非常适合你，你就应该帮他把那个韭菜剃下来。是，就适合你。你妈估计得笑。四位美女，我是侯爵。哎，挺帅呀。那个，晨晨，好久不见，你好。我不是，他才是。哼，好久没见，没认出来。我也不是，他才是。那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别呀，他就是晨晨。哎，谁都成。先坐吧。哎，套餐来一份。好的。那既然你们都不是晨晨，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好，那你们自己聊着，我就不陪着了。什么叫？站住！给我坐下。这就对了嘛，陈大小姐啊。哎，你为什么猜是我啊？我看到你这个霸道不讲理的样子，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当时那个悲惨的童年。你说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脾气从来也不改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优良品质，发扬光大。优良品质，反正你永远都 get 不到我的想法。是。介绍一下我的闺蜜 Lily、Coco。嗨 ，Lily、Coco， 你们好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两个不是从小都一块长大的吗？真就不认识了？这个认不出来。真不能怪我，跟你说，晨晨小时候长得那挺漂亮的，越长大她就越来越有女人味儿。算你会说话，但是这整个人被这臭脾气给毁了。你是不是想永远找不到女朋友？是我的问题。就是你的问题，问题大着呢。哇，斯康啊，我最爱啊！又偷吃，你不减肥了？哎呀，一会儿去做 SPA 就好了。永远都是这样，你能不能稍微有一点见过世面的样子啊？你这么说，不吃自己吃。你也吃啊？哎，你也吃。哎呀，你少吃点。喂你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合适吗？不合适吧？你真不吃吗？还不错。吃。哎呦，我去！没想到这还有这个，多好吃啊！少吃点。行，你先走吧，明天是2点吧。明天记得是我跟你周末陪我做 SPA？大姐啊，我是要上班的人好吗？好吧，那我今天放过你。那我就谢谢你了啊。我走了啊。哎，这不是刚才坐旁边那女的吗？你这是找了个女司机？不是司机，我雇的保镖。哇，你现在这么浮夸呀？这约会还带保镖？我不是约会带，24小时贴身保护。贴身？怎么个贴啊？就每天跟在我身边，对，认识。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位是陈大小姐，啊，这个是51。你好，我最近比较忙，帮我好好照顾她。我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的。我先走了啊，侯爵。我这姐们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给个评价。般配。般配。
爸，你怎么老睡觉？你这属猪的吗？哎呀，躺在这儿太舒服了。怎么样？啊？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说什么呢，爸？我听不懂。跟爸爸装傻啊？还凑合吧。哎，这什么叫还凑合？啊？怎么讲？爸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差点没认出来他。你记不记得他原来小时候是个小胖子啊？现在他是经历了什么呀？现在还挺帅的。哎呀，晨晨，你别说啊，他妈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还真是个小胖子。后来他妈妈走了以后啊，还真是吃了不少的苦。爸，你过2天是不是要跟侯叔叔开同学会啊？啊，是啊，这你都知道。那你到时候跟他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然后我同意他追求我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其实晨晨啊，爸爸还一直担心啊，你抵触相亲呢。什么相？我们俩这哪算是相亲啊？我们那么小就认识了，这再怎么说也应该算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对对对，你们俩要是能好起来啊，我和他父亲的生意伙伴又向前推进一步。爸，你怎么说的好像我们俩就要怎么着似的，八字还没一撇。哎呀，奔好的方向努力呀！但我先声明啊，这只能说我给了他一个追求我的资格，这只是一个资格而已，好吗？对对对，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儿啊，爸爸一切听你的。哎，不过这孩子还真朴素。好了，爸爸，你喝你的茶吧，好吗？我现在汇报完了，我要走了，不停叨叨。拜拜。好嘞，哎。马友，把今天的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发给我。好，晚上我要看。啊，侯总，今天开了一天的会，回家还不好好休息一下，嫌老这么绷着，当心会断的。哎呀，家里冷冰冰的，就我一个人，不工作还能干嘛呢？可以养宠物啊，我就养了2只小狗，每次回家跟它们玩一会儿，特别解压。宠物。不客气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想一个人，你猜他是谁？猜不出怎么办？求求你告诉我吧。我想当面告诉你。好，老地方见。这丫头，你不知道老头有心脏病啊？啊？等很久了吧？没等多久，你白天照顾家人那么辛苦，没想到你晚上还是这么活力四射呢。我舍得睡。为什么呀？怕睡着了，这么幸福的感觉就没有了。傻丫头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一切都这么不真实呢？怎么不真实啊？你以后的日子都能这么过呀？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啊，我在我们那儿也挺出众的。
学习成绩好，在班里是个班干部，个子高还练体育，我们那儿人都说将来一定特别有出息。到了城里以后，我才发现呀，厉害的人太多了，而我呢，并没有那么出众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特别的努力。前两天我爸妈来看我，我看到他们那么高兴，那么开心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那么努力的目标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幸福。老头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你让我过上了我根本就不敢想的生活，这一切让我都太惶恐了。我以为你的梦想是要登陆月球呢，这么小的梦想多好实现。我原本以为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，可能做的都是那种特别浪漫的梦。我的梦也很浪漫啊，只是我一直觉得，别人给我的，我不一定会感到幸福。是我给的，但是我现在特别的幸福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雨后的城市真美。那是因为你的心情美。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跟你斗斗嘴，看你给我发的微信。我平时除了工作，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乐趣，日子过得特别的无聊。像我这种岁数的男人，开心的事情越来越少了。我有时都不知道什么叫笑了，怎么笑了我都不知道了。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我的天使。只要你出现在我身边，我知道怎么笑了。而且我觉得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就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，身体觉得特别的轻松有活力。我那么厉害呢？当然。答应我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我不想失去你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芊芊，我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生活，也许比你梦想的生活还要好。真的，要不然你把你那份工作辞了吧？我觉得那份工作对你来说又累，而且还危险，好不好？我把工作辞了，我能做什么呀？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，要不然你现在就搬到别墅去住，我再买一辆你喜欢的车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你的梦想生活。你如果说在别墅住的你不开心了，或者说你觉得很孤独，你可以把你家人接过来呀，让他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，其乐融融的，多好啊！你还可以带他们出去玩，去哪儿玩都可以啊！你可以带他们去周游世界，去美国，去欧洲，想去哪儿都行。只要看见你开心就好了。我再考虑一下。能不能别再考虑了？你说考虑，我这心又凉了半截儿。怎么着？猴子，我出事了！
车掉河里了，熄火开不出来，你赶紧来救我来，快！你车熄火了，你打汽车救援呢？你找我干嘛？救援不花钱啊，你给啊！再说了，等他们来，车沉下去，你赶紧的了，快点了！我这忙着呢。忙什么？你忙我吧，快点儿，赶紧的！哎，好好求求哥。哥，我错了，亲哥，我求你全家，求你了，亲哥，快来，兄弟！等着吧。这雨下啊！喂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就到了，别催我好不好？已经来了，等会儿啊，快到了。哎呀，刚才打电话没注意，车都出溜下去了。你再不出来，出溜见见着车里见不着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你赶紧省点电吧，一会儿我到那手机没电找不着你的。大哥，你把救人的速度拿出来救救我，行不行？要不然你再也见不着我了。赶紧的！好了，知道了啊，挂了。哎，你说没有海星，咱俩这个没什么机会，这个暴雨天出来开车飞驰的，这种感觉是不是还挺浪漫的？就是雨大了点儿。我没事，赶紧帮我把车帮我弄出来。明天再弄车吧，你先上车。这明天这车就废了，我俩10年了。这发动机都已经淹了，没用了。这车在人呢，帮忙！愣着干嘛？帮忙！干嘛呢？帮忙！别愣着了，行吗？侯娟，拿着，你控制我开车。快上绳，别愣着了。帮忙！绞盘！走！喝杯水吧，给你。坐会儿吧。我怕水。
这可能是当母亲的天性吧。这件事，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过，因为它是我的一个心结，我没办法打开它。我也想讲，但是我就是讲不出来。今天跟你说了，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难啊。每天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当时在水里的画面就像电影一样，在我眼前滑呀滑呀滑呀。有时候让我真的很难受。所以你经常半夜睡不着，就起来工作。对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分散一下注意力吧。所以你才决定去做救援队员的。我觉得作为一名救援队员，是我这一生的责任。我觉得从我骨子里，从我心里，我就有一种特别想去帮助别人的欲望，我也控制不了。我希望我能帮。如果你昨天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我会说我不知道。如果你今天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你，幸福就是童年梦想的生活成为了现实。因为现在我正幸福着，谢谢你。哼！怎么样，柳儿？怎么成这样了呀？你拿它当船开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昨天啊去山里进货，谁知道回来遇到大暴雨，我想停车啊，稍微等雨稍微小点，结果停车没注意就给滑河里去了。你又没走高速，过路费多贵呀！我挣那点钱不都给高速公路打工了吗？你得了吧，你绕路的那点油钱比那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给贵多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去，扫你地上。让我说呢。刘哥啊，刘哥，哎，不要，那个你得用点心修啊。这还有戏吗？
拖过去查一下吧。哎，这我看呢，悬。哎，你别悬啊！那个，它呀，对我来说真的意义特别不一样。它不只是一个车，说实话，它跟我很多年了，我们俩就情同手足，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。您给当事儿办，好吗？这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工作，但这修车的钱嘛，估计够你买多一个新的双胞胎兄弟了。老板，你帮我找个最便宜的，能用就行吧？能试试吗？那个，可以的，帮我把卡装进去，我试一下行吗？好，可以。来，谢谢。手机这东西，我觉得能用就得，现在太贵了，那华而不实用，那钱干嘛不好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那个，我看长得都差不多，贵太多了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挺好。有微信都自带啊？啊，都有的。我能先登一下吗？可以。我看怕有人找我，手机进水了这2天。哎，猴子啊，你看前天发朋友圈了吗？没有啊，发什么了？那晒幸福啊！你说我昨天差点遇难的时候也不知道屏蔽我一下，你说屏蔽我是最起码礼貌吗？礼貌什么？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，你还在那较真呢。我去看看啊。我难受。哎呦，哎，钱钱，这哥们儿可以呀啊！这是海景大别墅吧？哎，我爸好像在那儿也有套房子，真不错。钱钱刚没告诉你那男的谁啊？没有啊，我只知道是他喜欢的类型。这海星天天要死要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看钱钱这次挺认真的，等这事儿定下来，海星也就死心了。心疼海星。我还心疼钱钱呢。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也挺不容易的。谁容易？谁能找着？谁都不容易。是，谁都不容易。看见你发的照片了，景色真漂亮。看见你发的照片了，景色真漂亮。谢谢你，真的挺漂亮的，还能看见红树林呢。哎，干嘛的？送外卖的。送外卖的。哎，进去吧。哎。
哎，你别说这小区啊，这环境真好。这湖边才美啊！哎，不照了，照那么多，你就。大家早上去哪儿了？这又大雨了。哎，那边花开可好了，去照相吧。哎，爸爸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走吧。玩玩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不是说好了今天带你们去参观环球中心的吗？起点一点时间带你们走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走，赶紧收拾啊！啊。能住得过来吗？老板，8号桌加2个可乐啊。哎，老板，是可乐哎，老板是可乐。哎，老板，那个车用不了了，明天咋个进货嘞？先随便买吧，现在没钱，买了车再说。买了车再说，那后厨不得差了，不关我的事哦。马上就有钱了。
啥呢？晚上哥请你吃饭。啊？什么？没听错，我请客。兄弟啊，你有事你直接跟我说，你不要拿请我吃饭这种行为吓唬我，好不好？太吓人了。不是，你这辈子请人吃过饭吗？今天是世界末日吗？是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天天都是我的世界末日。你来不来吧？那我肯定得来啊，放心吧。没错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。你别唱了好不好？啊？快乐到老。我说星星啊，你说你这练都没练上，你跟我聊失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你。哎，猴子，这事儿你说的对。啥叫失恋？我没失恋，我是失望，失去了希望。哎，不对也不对，叫绝望。啥叫绝望？我人生这么大，头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绝望。你们懂吗？你们不懂。那个没出息的样儿，什么人啊？啊，整不过他，有难度说话。这人你真搞定不了啊，猴子。谁呀？太强了。强大。哎，你别喝了，海星，你这么难受没必要。我可能这个时候说这些不合适，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，你确实不是钱钱喜欢的那个类型。所以说，不管他找的那个人是谁，对你来说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一样吗？大表姐，不一样。他俩要真的合适，那我认了。但这个人他，对吧？不合适，他真不合适。你见过这个人啊？但我特别后悔见过这个人。跟这人比起来，我算什么？我算是一根草。猴子，我有时候我都替自己害臊。你这就没法聊了。我让你努力，你这么丧，尤其是这个时候，你得振作，你得振作。你要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咱俩喝完这杯，我带你找那王八蛋去。这什么人呢？给我兄弟整成这样！你要为了我，这王八蛋，咱不找。海星，你说了半天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个谁呀？坏人，特别坏。看你这，我跟你聊这么半天，咱俩这么多年兄弟，你不能就被这点事打倒了，对吧？咱们就2点，要有种，不能怂。你这2点一个也没学会，你不能自暴自弃。咱们努力啊！有什么事他努力达不到呢？又不是大事，你谈恋爱。猴子，我不努力吗？我再努力都抵不上那个人一根毫毛。表姐，我给人打工的时候，早5点晚8点，我开饭馆，你知道的啊。早起贪黑，我睡5个小时都算多了。我自己开的饭馆，我自己都不舍得吃自己一块肉，能怎么样？我的卡里你们知道吗？最多就10万块钱，就没超过10万块钱过。但后来我想想，也没关系，这是咱的命，对吧？
开心就好。可惜，我非喜欢上一个我一辈子都配不上的女人。哎呀，侯爵哥，十一姐，我老板怎么样了？你老板？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喝醉了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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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天哪！哎呀，哎呦哎呦，小心小心！没事，没醉。哎呦，快起来！没醉。哎呦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醉。哥姐，你把他交给我吧，我照顾他。来来来，还不行，还是一起来吧。哎呦，呦，小心小心！你这力量不行啊！你这老板扛不动。不是，我这是来城里之后就娇生惯养了。我以前在乡下力气可大，我还扛过猪呢。你扛过啥？你扛过？太沉了，这也慢点。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好了，哎呦，累死了。这么沉呢？哎呀，你干啥呢？这我还在这儿。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想让他把衣服脱了，这样睡觉舒服一点。舒服什么？你这揍他都不知道，还舒服呢？你看他有反应吗？你看。这倒是有道理哈。哎呀，来哥帮忙。哎，你慢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我，好，谢谢哥。我把他交给你啊，我还真就挺不放心的。有啥不放心啊？我爸也爱喝酒，照顾酒鬼什么的，我最有经验了。我就是怕你太有经验了。啊？哦，你好好照顾他啊。好嘞，那我就不送你们下去了。好嘞，忙活他了，走了。你慢点。把门带上就行了，一会儿我自己锁。好嘞，拜拜啊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怎么能这么睡呢？哎呀，对，好，盖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叫你老板。
我真的想和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你可千万不要被外面的那些小妖精给勾跑了啊！侯总，您觉得这3个方案怎么样？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。说心里话，我是觉得小韩的这个设计啊，真是不错的，而且跟他的上一稿相比呢，的确有了天壤之别。但我觉得，这得益于侯爵的建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他才是赋予了这个设计真正的灵魂。你的想法跟我一样，不逼他们一把呀，真的不知道他们潜力有多大。还是您有招。竞标就用包小涵的方案。好，那我就现在让他做预算去了。嗯，好，回来啊。要不然，咱们再等等。那要不然，先让侯姐看看，万一他提出一个更好的想法呢？如果他能在这套方案的基础上再完善一些，那当然是好事儿。还有，你告诉侯爵，如果他有新的想法，不要跟其他人沟通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这套方案已经很有价值了，注意保密，不要让公司其他人知道。您放心，我明白了。这次这个真是不错啊！我好好看看啊。这个包小涵呢，他这次是把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到这个设计稿里了啊。那要是没有你提供的修改思路，他那些能量怎么释放啊？怎么可能有这一稿呢？我就是给了一点那小小的建议，没有他的创造，这也出不来。哎呀，你呀，太谦虚了，所以你进步的比别人都快。好嘛，哎，你爸说了，这个方案就放你这儿，不能给任何人看，一定要保密。哦，啊，肖副总，马总也在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个什么，我觉得啊，这2个地方还是需要再修改一下，想请你看一下。哎，小胡总，你那设计稿都放这柜子吗？啊，对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材料是肯定不能改的，肯定不能改，肯定出问题了，肯定不能改。那个钥匙放这儿了啊，哎，别忘了。那个怎么办呢？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哦。货物已入库，按计划索取，定金已付。货物已入库，按计划索取，定金已付。明白。
见柜钥匙在你电瓶车上。中午一起吃饭吧，来星巴克。这块要同时满足最小截面和折压饼，都得考虑进去，知道吗？咱们不能疏忽。行，那我再研究研究。主要是这个功率、容量大小、设备数量、占地尺寸什么的等等都不同。哎，我中午出去吃饭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哦，我早饭吃的晚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做一个总结。那成吧，反正这里需要二者兼顾才行。行，我再想想啊。那我去了啊。好嘞。去海鲜那吃饭。要开车吗？哎呀，溜达去吧，那么近。谢谢。老板啊，你要这菜我给你做好了啊，都在这儿了啊。这么快啊？小韩，你盯一下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哦，好。先生，这是你的橙汁，还有这个榴莲的雪媚娘，请您慢用。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啊。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老板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啊。你给我炒2个炒饭吧。行，好嘞。这都什么毛病？刚发微信叫我过来吃饭，他出去了。啊？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什么人呢？啊，你人呢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你店里啊。你自己告诉我来你店里吃饭的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来你们公司了呀。嘿，不对，你听错了。行，那你们快回来吧，我等你们啊。得，不跟你说了。怎么了？他跑公司去了，正差。那我们是回去呗。遛我玩呢，走了。走吧。来吧，别吵了，我回去了，不吃。
啊，就走啦？你们的老板是傻子。走了啊，拜拜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多吃2份吧。最近新开的那家牛肉面还挺好吃的，这天不是涨了价？哎，就今天呢。呀，海星要给小侯总送吃的。海星，你怎么来了？货已拿到。你看他还睡这儿了，这，让我跑一圈儿。你还睡？不是我，吓我一跳，干什么？有病啊你！吓我一跳。哎呀，那你吃饭吧。你说你们刚到你店里，你就跟我说你到我这儿了。哎，行，你挺差的。我不吃了，你俩吃吧，我店里还等我。你干啥不吃了？哎呀，看你一眼就行了，自己待着太难受了。哎，你吃吧，不差这一会儿，快，坐，慢吃。那个，走了。快点，你快吃吧，一起，坐这吃吧。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大表姐，拜拜。你这都什么病啊，一天到晚的。行，我拿出去吃。你在这吃吧。你一个人在这吃吧，快！这约我吃个饭，到最后剩我自己吃了。已经离开，什么时候交货？等通知。王总，包小涵那个设计图，你拿走了？我没有啊，我走的时候不是放在你那个柜子里，还把那钥匙放在你桌上，我提醒你要拿着。设计部总监刚才要看，我打开柜子没了。没了。副总，可以了。那个时间段里头，所有的监控视频都在这儿了，是吧？视频都拷贝下来。去吧。那在那个时间段里边，只剩下海星和包小涵在那儿待过。不可能是海星，海星对公司的事一点都不了解。再说他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方案。石毅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小侯总说的完全正确啊。海星干这个事儿没有任何动机啊。那如果海星没有动机，那就只剩下包小涵。包小涵更不可能，那方案就他做的，他偷自己方案干嘛？你说干嘛呀？为钱呢？包小涵是怎么来公司的？
相信我不用再重复一遍了吧？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人对名和利是很看重的。对。马勇，让包小涵去趟会议室，一会儿我要跟他聊聊。好。你别直接找他爸，咱报警就完了。你叫警察一来，都给你查清楚，咱也不用猜来猜去。方案已经泄露了，已经没有一点价值了。警察参与进来也没什么作用。警察帮你查，首先帮你找到真凶，对吧？第二，帮你查我们的资料流到哪个公司去了。但是现在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对，去吧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不是你专长吗？证据太少，还不能下判断。我刚才说不是海星，我看你的表情怎么着不是很相信啊？真相还没有出现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一切皆有可能，也不可能是海星啊！我告诉你了啊，不可能是海星。服务员，点菜。老板回来啦！哎，你把包放下呀！二位要吃点什么呀？我们这有炒饭、炒面，还有特色的海星炒饭。侯总，您找我啊？中午你都去哪儿了？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啊？中午啊？今天中午。侯总，您问这个是啊，公司今天出了点状况，侯总就是想了解一下。啊，今天中午，我之前跟小侯总在一块儿弄我们的那个设计方案，然后后来小侯总就吃饭去了，我呢把我们的工作收了一下尾，然后我就回我的办公桌那儿睡觉了。啊，那谁可以证明呢？有人吗？那个马总，我睡觉需要谁证明啊？小安，侯总是非常爱惜你这个人才的。当时咱们见面的时候，他是立刻拍板，说一定重金要把小韩给挖过来，给了你那么好的公司平台，让你去展现自己。这次还把比海城大5倍的项目都交给了你啊！你想想，就这种机会，那是多少设计师梦寐以求、求之不得的。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个数啊！不要辜负了侯总，你说呢？哎，当然，我非常感激。包小涵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咱们之间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好吧？侯总，您这话说的我反倒有点糊涂了，咱不妨有话直说，好吗？好，那咱们就直说。你的方案在侯爵的办公室被人给偷走了，时间就发生在今天中午。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侯总、马总，你们该不会是怀疑我吧？
我这不是正在问你吗？知道你的方案在侯爵办公室的只有4个人，侯爵、武十一、马勇，还有就是你。我不。是，我是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也不代表这就是我干的呀。他们3个都没有单独的在办公室里待过，监控显示就你在办公室里待过，而且是一个人走的。你现在怎么向我们证明你的清白？我是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会儿，但是我没待多久，我就回去休息了呀。然后我没有拿呀，然后我就睡了1个中午觉。你怎么证明你没干？等会儿啊，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去证明一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？不是，这不是急不急的。方案外泄，侯总比你急呀。小韩，先冷静一下。我们现在是例行的调查问询，是不是必须要的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这不是例行询问，你们分明就是在怀疑我嘛。你怎么证明你没干？等会儿啊，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去证明一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？不是，这不是急不急的。方案外泄，侯总比你急呀。小韩，先冷静一下。我们现在是例行的调查问询，是不是必须要的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这不是例行询问，你们分明就是在怀疑我嘛。问题是啊，那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偷自己的方案呢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呀，你为什么要偷你自己的方案呢？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呀？啊？再说了，侯总已经决定了用你的方案去竞标啊。当然了，给侯爵看的，就是希望他多提点建议，也是为了完善你的方案。我觉得啊，小韩，现在是公司的利益地位，你一定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，开诚布公的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嘛。啊，我听明白了。对的，但是现在呢，至今为止兑现过什么？我不想一直做别人的嫁衣，我也要生活，我也要吃饭，但是你们现在给我画的饼，我没法生活，并且你们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都没有了，严重的践踏了我的底线。所以我觉得呀，我没必要在这儿了，真的。你说这话，你想干什么？想辞职啊？啊？好啊，智荣建设向来是来去自由的，尤其是对那种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的人，送你5个字：再见不远送。是我忘恩负义，我过河拆桥吗？行。
见。走得好。开始我还半信半疑，他这一走，我至少信了80%了。你刚才没听见他说吗？他需要钱，这就是他的动机。我觉得也许啊，是其他公司啊高价收购了他的方案，想阻止我们中标吧。真挺可惜的，他是个人才，就是太计较于眼前的名和利了，也辜负了你的期望。辜不辜负倒无所谓。方案出来之前我还敬他3分，现在方案都已经外泄了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事情了。那咱们现在这设计方案怎么办呢？重新再来过？现在就剩下2周不到的时间了，重新来过是来不及了，只能调整。这样，通知大家半个小时以后到这儿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一下这个事儿。好。看什么看啊？没事干是吧？都。你们事儿就是看着我是吧？行。走，跟我回家。你的咖啡。我爸说包小涵自己承认了，但是我有点不相信呀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不可能是包小涵。分析分析。侯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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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刚才，公司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方案失窃事件，丢掉的是瑞吉酒店的一套准竞标方案。现在嫌疑人基本上确定就是包小涵，他已经主动提出离职，所有的工作权把他踢出去，避免公司的信息进一步泄露。现在剩下的2套方案问题还有很多，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们设计部必须在3天之内给出我一份超越前一稿的设计方案。在座的各位也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，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还是设计方案，只要最后被我们采纳，都会有重赏。还有，我今天放了包小涵一马，这是一个特例。你们所有的人要引以为戒，如果今后公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，别怪我侯志荣不客气。散会。不知道啊，这为什么是？谁能想得到？你这次还准备参与吗？参与啊！之前海神的项目丢了，我又重新做了一个，然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，我感觉现在效果非常好。你还挺有心。这不你教我的吗？认真对待工作。
那你继续好好工作吧。今天我们讲了水上迫降的理论要点，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实习了，所以请大家回去之后好好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消化一下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阿姨，我们酒店现在可以试住了，周末您来体验一下，提提意见，我派车去接你。安琪请你了吗？啊，你也去？什么叫也呀？我好歹是11的亲爹，你以为他是请我们呢？他宠的是你闺女。那你去嘛，11他亲爹。我是亲爹，我当然要去考察。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干嘛呢？有事吗？哎呦，哎，你们还管破案呢？情报收集和分析是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假模假式的，分析出什么来？给我看看。我有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些事儿好像不是冲着你，是胡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小侯总不值得被盯一下吗？啊？你不能从心里就把我跟我爸区别对待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以后注意啊。这个马勇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确定，我只是把所有的异动都整理出来。你不确定，你瞎提什么？我爸跟马勇的感情比跟我还好呢。瞎专业，好好看啊！别忘了，去派出所，走，别动。哎呀，在人也保佑啊！我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多做善事，回报社会。阿弥陀。你在这多久了？我刚一直在这擦东西啊。听见什么了？我也没听见什么，我就听见你说什么阿弥陀佛保平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招财猫，它只招财，它不保平安的。你这太难为人家，你有什么心？消失。哦。阿弥陀佛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。叔叔阿姨，哎，蓝茄，叔叔阿姨，小心点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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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，本来应该亲自去接你们的，临时有个会。哎呀，你那么忙，不用亲自接我们，这不我们也来了。哎，行李啊，我让他们先直接放到前台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取。我先带你们转一次。安装好。好。叔叔阿姨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堂，还行吧？哎呀，很别致啊，有品位。真的是不错呀，蓝琪。哎呀，太棒了，蓝琪！谢谢师傅。哎，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餐厅，是可以看到大海的。我再带您去那边。太好了。好。来，叔叔阿姨，看看我们酒店的外部环境啊。哎呀，真美呀！
这就叫依山傍水啊！太棒了，真是。上次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大堂啊、门口啊都还在装修呢，都不开放啊。现在除了那边的商业区还有顶楼，基本上呢已经和正式开业没什么区别了。你们就放心的住，多住几天，你给我提意见啊。兰琪啊，提意见你找他来就对了，他可以说是豌豆公主转世，他要满意了，你就踏实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我好像多难伺候似的。当年他飞国际航班的时候，恨不得把酒店当家，世界各地豪华酒店都住过了，这点他有发言权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呀，好话不会好好说。我们的酒店呢是针对中层消费群体的，主要以舒适为主，跟豪华酒店那是肯定没法比的。哎呀，这个酒店呀，最重要的就是浪漫舒适。你说太豪华了，人都得摆着架子，多累呀！对，咱们再去那看看哈。啊，走走走。这边走。哎呀，真是美呀！请。哎，好。哎，到了，叔叔阿姨。啊，就这2间，就在隔壁，一模一样的。你们看你们怎么分配？哎呀，你这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。我住下一间。好。走吧，阿姨。哎。哇！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呦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，阿姨，这房间还满意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有品位，有格调，我喜欢。啊，您喜欢就好啊。一会儿饿了下楼吃饭。好嘞。哎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，我看看叔叔去。好好好，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快去吧。好好享受。好。哎呀。妈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这么美。我在蓝旗酒店呢。你怎么去蓝旗那儿了？你也没跟我说一声。我这不就跟你说呢吗？十一啊，蓝旗这酒店弄得真的是不错，你抽空一定得过来看看，听了没？是跟我爸一起去的吗？我才不跟他一起呢。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照片后面跳起来的是我爸呢。嘿，怎么跟个冤魂似的？这走哪儿都有你，居心叵测。英楠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海边遛弯了，那太美了，那沙滩。你遛弯遛到我手机里了，遛到我照片里了。哪？你自己看。我看，这也能拍得进去？咱们依然有缘分。什么缘分？回你房间，老老实实的，不许再出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主意。吃饭叫我啊！就知道吃饭，饿死你！从现在起到开业前，我定期巡查，告诉所有领班、所有服务人员的仪容仪表必须符合规范。被我抓到1次，立马走人；3次以上，当值领班走人。你去忙吧。谢谢你对我爸妈的照顾，他们很开心。他们开心，你就开心；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
哎，你在那笑什么呢？我看你半天了。哎呦，我爸一遇见我妈就犯中二病，这么多年也没变。他们去哪儿了？兰琪接他们去酒店住了。卑鄙。啊？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高尚。是高尚者的座右铭，不是座右铭，墓志铭。你说什么呢，然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行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谈恋爱去啊？哼，无可奉告。哎，有危险！我需要帮助。你会逢凶化吉的。什么人？椰王山坑罗顿鸡，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要味精啊。行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让兰琪看见了，以为我怎么着你了？哪儿都有你。我拍个照片你也往里钻。瞧你那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是为这事儿啊？还在那儿笑，小心你乐极生悲。是，咱们可是为了11来的，为了孩子，咱不吵架，让人知道了笑话。你还知道啊？哎，英娜，咱们说正经事儿啊。兰琪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关键是她事业有成啊。11这次可不能犯宁了。犯宁也给他拧回来。像兰琪条件这么好的人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要什么有什么，跟11还有感情基础，这要再成不了，想想，他们俩之间还有什么能成为障碍呢？哇，拿这么多东西？是，不就住1个晚上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那么多东西。我要去给晨晨他们做个大餐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主意。这鸡蛋我放边上，别弄碎了。哎，你这么多佐料都带去啊？都带，这调味的、勾芡的、上色的、勾汁的，全都得带。哎呦，真是也不嫌麻烦，真是带弄得还挺专业的。我的厨艺是我的泡妞利器，每个吃完我做饭的女孩都离不开我。你说什么呀？你泡妞？我给你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你拿去泡妞的呀？那不行，不给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了，开玩笑，闹着玩的，别当真。松手。哎呀，太认真了。那这能跟你过日子的人呐，那就是跟你吃泡菜泡饭都行的人。那不行啊，我的女人，我能让她吃泡面吗？那不光要天天吃我做的大餐，还得回来吃您做的红烧肉。那不行，我的红烧肉啊，只做给11吃。我呀，泡的就是11。哎呦，说什么话？那什么泡11，多难听啊！真是，就是想最近啊，心不在焉的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觉得吧，看这叫话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可听到了啊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太合适了，不合适。丽丽这个不靠谱的，刚才给我发信息说让咱们接她一趟，收拾不完。哎，凭什么呀？为啥你就要接她？我还要到你家集合。因为你优秀，你最优秀，她不是磨叽吗？一贯的，你又不是不了解她。好吧，就冲你这句我优秀，那就接她喽。哎呦，行了吧，受不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耳钉好不好看？还可以。我觉得你今天口红颜色特别傻，一点都不适合你。限量版的。我给你试下我新的。我说美女啊，我们就出去1天，你拿这么多箱子啊？
这就是一晚上的东西啊，而且有很多重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搬呢。这就是女人，你不懂的。嗯哼，看你那样儿，麻烦死了。行了，走吧。你上这个车，叫你保镖开车跟着，大壮跟着他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家厨子。哎，不是，他得跟我一个车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今天一上来就惹我不高兴。你看你事儿的样儿。那行，那你跟他一车吧，你在后边跟着我，没事。好了，别依依不舍了，上车吧。张师傅，先去丽景花园接我一朋友。哎，好。哎，我们来自拍吧。好啊。3、2，帮我拍好看点。你露了也会死是不是？不爱拍照。你看你弄得咱俩都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什么表情啊？我也好丑啊！快，再来一个。看镜头。你说我还可以吧？带上我。不带，就我们俩。谁允许你进来了？心机。就这么着吧。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找了个女跟班？我爸姑子。再说男的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少来，肯定是你要求的。反正要搁我一准要求个帅哥。我要求这干什么？他单身还是结婚？好像单身吧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厨子大壮是跟我拐了8道弯的远房亲戚。要是按辈分算的话，他还得管我叫奶奶呢。正好也是单身。他多大？28。大壮25。你看，女大3抱金砖，正好。你俩觉得怎么样？般配。好。昨天咱们刚拆了一栋，今天再凑成一段，正好扯平。完美。快打！干啥？给你孙子打电话？哎，还得看我孙子看不看得上去。免提。喂，壮啊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现在坐在你旁边那个女的，是我这个兄弟的跟班。他说呀，这看见你就一见钟情，欲罢不能，根本控制不住他自己，喜欢你喜欢的不行，真的。你看看得上不？喜欢。我就知道我孙子肯定喜欢。你跟我说让我帮你介绍的，我可是把这个话都放在这儿了，我都已经把人给你放那儿了。你剩下的看你自己啊，去吧，皮卡丘。哎，别挂电话啊。好，谢谢姐啊。你好，我叫丁大壮。哦，你好。我们刚才互相介绍过了，我还叫51。我家在安徽黄山，家里有兄弟姐妹2个，我还有个弟弟。我今年25，以前是开饭馆的。身高184，不对，1米73，体重82公斤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以前开过火锅店，卖过烧烤，烤过骆驼。现在在晨晨家做厨子。他这个自我介绍太诚恳。人家这叫憨厚老实，懂吗？不像你们这种油嘴滑舌。一般人受不了，我告诉你。那是你那个保镖，你那个跟班太凶了好吗？把人吓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听清你说什么。你家山西的？山西黄山的。山西是个好地方。不是山西的。那山东的？不是，我家是安徽的。哦，安徽大同的。不是。那山西黄山的？不是山西的，跟山没关系。那你家不是黄山的呀？是，不是。小事还是不是？行了，电话挂了吧，挺费电的。没事，充电5分钟。你能不能争点气？
在这儿还泡妞呢？没事儿，大壮不行，还有2壮、3壮，多的是人跟你接生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事儿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。他家到底哪儿的？还笑。 2618，一起的吗？这边啊，这个哦，这个方向，我们在这边啊。我们在这边。哎，一会儿怎么安排呀？沙滩见吧。好喽。哎，行了，不要了，行了，差点忘了。哎，我的房卡呢？进来。干嘛？进来再说。 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房间在这儿。啊？不合适吧？给你美的，你住那边，我住这边。壮，把我行李拿到那屋里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又不住这间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往那边走？我要检查房间。这房间有什么可检查的？这是我的工作。 哎，你这个保镖真有点意思啊！他怎么什么都管你的？不是你挺有意思的，干嘛安排一个房间啊？那我多给你待会儿不行？况且井水不犯河水，谁碍你事儿了？而且我们离那么远，我不能把你怎么着，真是啊！东西放好啊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哦，行，回房间。哎，好的，姐。哎。 房间我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就走了？啊？你看不出我在这很危险吗？嘿，你怎么危险？我是怎么着？母老虎把你吃了呀？你自己没数啊？我看了一下，我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没事儿，你快走吧。把门关上。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回房间。赶紧的，换衣服去沙滩。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。你住这个房间？对，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好的。那不关门呢？啊？你去帮我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啊？哦。哦。那个，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啊。你姐那边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。 你没带房卡吧？没有，没带啊。那你去吧，去吧啊！什么东西，太不像话了啊！你说他们，你会游泳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会啊。会就好。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给我开门！你要拆房子呀？大壮，你给我进来！ 我看是谁，我给钱，谁不让大壮在这住？莫名其妙的，什么人啊你？你别有没事找事啊！大壮谁能住一起吗？怎么不能住一起啊？你给我装什么糊涂？男女有别不知道？哟，现在混的小宝贝儿是吧？他金贵，我告诉你，大壮更金贵。大壮20多年来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他们俩在一起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陈小姐，麻烦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真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以后不认这朋友。 行啊，侯爵，你现在向着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向着他的话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爸，让我爸不要跟你爸合作了，再也不合作了。想得美，什么合作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行，算了，不就一个房间吗？大壮住里面，我住沙发。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，我告诉你。 这不是一个房间的事儿，懂吗？我侯爵的人，我不差你一房间，不能欺负我人，知道吗？你的人，
你根本不是他别给我废话，走了。豪俊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这正好啊！啊，咋了呀？啥情况啊？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！那还游吗？游个屁游！那你不游，我们去游了。走了，拜拜。你们俩什么意思？哎，快点，泳衣都换好了。我这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啊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你都不用考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她这种大小姐脾气啊，不是现在报，一会儿得报，早晚都要报。所以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不能向她低头。可是那些都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他爸那层关系。就算他爸跟我爸告状，就算他爸不高兴，不跟我爸做生意，那也没用，对吧？跟我身边的人，第一条就是不能受委屈。我也没那么脆弱啊。以前有的客户也会误解我们的职业，看不起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佣人、马仔，也有不尊重的时候。哎，那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，一般都怎么揍他们？只能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承受能力强了就可以无视啦。要么就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。哎呦，真没想到你们这种身怀绝技的人，这时还能自我反省，还能接受这种误解啊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几个人不被人误解？你不也一样吗？被人误解，是靠家庭背景。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别的都没用。对，你这个说的太对了。我就因为我这个家庭背景，之前我一朋友说我跟陈晨像，当时我就急了，说什么呢？师爷，你赶紧洗洗睡了啊！咱不跟那熊孩子一般见识，犯不着。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儿了，他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晨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小时候我见过他，哦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是他小时候啊，我见过他。他爸妈呀是老来得子，哎呦，把他宠的呀，跟你说都宠坏了，还念那么多书，还留学，还什么的。我看他学的知识啊，都被狗吃了，真是。哎，十一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找谁？哦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说你也是，今天跟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这是激将法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激将过了，那会伤着十一的。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没招啊，这意外太多了。我这套路我也套不住啊！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无招胜有招，你就慢慢套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那玩了，赶紧去睡觉去。睡觉，天到晚就给我惹事儿。闺女，蓝旗的酒店你一定要来，来了就是安保总监、高管、白领，不用再受气了。闺女，工作累不？累了就到蓝旗这儿来，别应承了，图啥呀？进来。这个是张姐给你做的凉茶，啊，让你败败火。
谢谢。你说如果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条比较舒服，一条比较坎坷，你会选哪条？啊？哎，你要跟我聊这么深入的问题吗？不，我问错人了，你休息吧，睡觉吧。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了，我真的问错了，你睡觉吧。哲学性的问题，我回答起来最带把了。首先，你这2条路是去哪儿的？人活着呢，最终都会死。我懂了，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岔路上，面前面临2个选择，一条平坦的路，一条坎坷的路，最终的方向都是死亡。啊，你在路口犹豫了许久，不知作何选择，今天求助于我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放在以前呢，